这是英国史上最吓人的 S 级恐怖片，也是唯一一部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高能鬼片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有鬼，请在家人陪伴下抱团观看。故事发生在闹鬼最凶的英国伦敦塔，国王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本该继承王位的2位王子却离奇失踪。这天，士兵在河中打捞到一个大木箱，里面装的正是2位王子的腐烂骸骨。所有人都怀疑是国王的弟弟光头强所为，因为2个王子一死，他就可顺理成章继承王位。王后得知儿子死讯，悲痛不已，躲在房间里以泪洗面。忠心的贴身侍女胖神只得为主人排忧解难，她请来了年轻牧师超度王子的灵魂。可光头强却信誓旦旦地说，尸骨的身份另有其人。由于一时拿不出强有力证据，他也只得下令搜捕杀人凶手。为了尽快平息此事，光头强逮捕了大胡子当替死鬼，对方一脸嚣张，咒骂他是个越俎代庖的篡夺王位者。随后男人就被关进地牢，等待审讯行刑。胖神深知光头强的造反伎俩，就决定亲自调查王子遇害真相。为了帮大胡子免受宫廷酷刑屈打成招，胖神将一把宝刀赐予他自行了断，而大胡子作为回报，也将自己被诬陷的罪名说了出来。结果当晚2个小鬼就现出真身恐吓，大胡子被吓傻，亲手把自己捅成了马蜂窝。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名叫亨利，是个专门挣死人钱的通灵巫师，他能通过死者信物进入冥界召唤亡魂。只是每次通灵前，亨利都会在身边摆放一个小沙漏计时，而且还要在沙漏流光之前返回现实，否则就会命丧黄泉。这天，亨利正在村民家里通灵，他手持死者信物，一眨眼就来到了冥界，而死者的亡魂也不请自来，还直言是他召唤亨利而来。亨利对此连连摇头，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着实吓人。亨利刚想传达家人对他的问候，就被女鬼突然打断，对方警告他绝不能去伦敦塔，不然就会冤死在那里。亨利听后受宠若惊，狼狈地结束了通灵仪式，他浑身颤抖，后怕不已。然而亨利并不知道，此刻他能通灵这件事早已传进了王宫。女仆胖婶得知此事，便和牧师商议邀请亨利查出王子被害的真相。于是他连夜赶到亨利住处，邀他进宫。亨利听后顺势领悟了女鬼的警告，当即言辞拒绝了此要求。没想到对方却用权贵要挟他，如果不进宫查凶手，就以巫术的罪名处死他。亨利被逼无奈，只好妥协接受。此时光头强也在地牢里发现了惨死的大胡子，看到地上的凶器，他知道有人从中作梗。为了加快自己称帝的计划，光头强第一时间找到了卧床不起的国王，不仅将2儿子的死讯如实相告，更是进行了一番厚颜无耻的言语训话，结果直接将国王气了个半死。这时胖神也带着亨利赶了回来，却被士兵告知光头强要找他谈话。胖神深知自己此行凶多吉少，便将耳坠摘下，赠予亨利日后通灵。在交谈中，光头强手持凶器，怒斥胖神教唆犯人自杀。胖神满腔正气，一脸不屑，直言就是死也要查出真相。光头强担心自己的阴谋曝光，一气之下杀死了胖神泄愤。事后亨利也被当成不速之客关进了地牢。光头强用严刑拷问他来伦敦塔的目的。亨利本想胡编乱造蒙混过关，没想到光头强却以通灵女客户的性命威胁。亨利被逼无奈，只得坦白交代。光头强得知真相后，就命令手下3天后行斩杀令。牧师来给亨利做死前祷告，却从对方口中得知了养父死因。原来亨利在阴间曾经见过牧师的养父，他并非生老病死，而是被光头强虐杀。为了证明自己的通灵能力，亨利又把胖婶死于光头强之手的事说了出来。可牧师却认为这首无稽之谈，胖婶作为王后眼前的红人，怎么可能说杀就杀？只是他刚离开地牢，就从男仆那里验证了此消息。而当天晚上，牧师也梦到了养父被虐的画面，刚被噩梦惊醒，就听到外面传来异响。他小心翼翼地出来查看，却意外撞见了王后偷情的骇人场景。下一秒，胖婶的亡魂就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呵斥牧师一定要严惩凶手。第二天，光头强以自杀为由将胖婶尸体火化。此时牧师也终于相信了亨利的话，他立刻找到亨利，希望他进入阴间查明2位王子的死因，以完成胖婶的生前心愿。亨利坦言自己进入阴间最多只能待1个小时，因为通灵者进入阴间相当于打开了阴阳2界的通道，不仅被召唤的王者能够看到他，阴间所有的亡灵也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一旦超出时间，亡灵就会吞噬掉通灵者，闯入阳间。而这也是亨利在沙漏流光前借
结束通灵的真正原因，但牧师还是决定赌上一把。他答应亨利，只要能够找到确凿证据，就会向国王请求特赦。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，亨利果断答应。但是在通灵之前，他希望牧师能帮自己探望家中的老母和儿子，并将这些银子转交给他们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找一件王子生前的随身信物。商量妥当后，牧师就开始了行动。他先来到亨利老家，告知了老人亨利的现状，并且希望他们拿着银子尽快搬离。回来后，牧师又和男仆挖开了王子的坟墓，将王子的随身项链取了出来。没想到巨大声响却引起了士兵的注意，两人急忙熄灭火把，顺利脱险。画面来到地牢，拿到王子项链的亨利也立刻按照约定开始了通灵仪式。灵魂出窍后，他直奔王子房间。此时两人正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，突然外面传来剧烈的砸门声，三人慌忙躲了起来。只见神秘人拿着斧头破门而入，他先是将大王子一斧毙命，然后又从床下掳走小王子，快速解决。亨利奋力爬出床底，发现凶手竟然是他们的母亲，也就是当今的王后。亨利吓得夺门而出，却在逃跑的过程中得知了另一个惊天秘密，原来王后怀了光头强的孩子。他认为国王已经无药可救，年幼的儿子又无法坐稳王位，继承王位的只能是光头强，所以为了自己将来的荣华富贵，他只好大义灭亲，向光头强表忠心。牧师得知真相后，立刻禀报给了病重的国王，他希望国王能下圣旨流放光头强。可下一秒，光头强就出现在身后，正义的牧师手持匕首相迎，却被彪形壮汉直接打倒在地。就在光头强准备杀人灭口时，国王及时出言制止，斥责他和王后无底线谋权篡位。光头强也不再掩饰，直接扑上前磕死了亲哥哥。完事后，他又叫来士兵，以谋杀国王的罪名将牧师逮捕。就这样，牧师被押至行刑室受刑。此时男仆也在遭受严刑拷打。原来两人盗墓那晚，男仆的随身钱袋落在了墓地。光头强得知后就逼问其盗墓的真实目的，面对各种酷刑，男仆只字未提，结果直接被开肠破肚。同时牧师也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但他并没有屈打成招，而是决定召唤恶魔以恶制恶。于是他再次恳求亨利通灵，召唤伦敦塔里的所有亡灵。亨利知道这里死过太多人，一旦怨灵组团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他本想婉言拒绝，但是现在生者已无法给予帮助，那就只能借助亡者之手斩草除根。亨利赶紧拿出沙漏开启仪式，很快他就在走廊看到了手持沙漏和头骨的超级恶魔。牧师发现沙漏即将用完，不停唤醒亨利，却不顾一切地召唤冤死亡魂，并且成功将大恶魔引到了地牢。牧师以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做代价，变成了恶魔的载体。光头强察觉到危险，四处逃命。此时国王死而复生现身恐吓，王后也被俩王子活剥，变成了下酒菜。黑化后的牧师向光头强慢慢走来，直接用十字架终结了他。光头强死了，牧师也消失了，唯独亨利一人逃出了伦敦塔。他回到家中和儿子幸福相拥，却发现桌上竟然摆放着自己的时光沙漏。原来亨利早已死在了通灵现场。就此轰动整个英国的伦敦塔闹鬼事件也完美落幕。现在伦敦塔已经成了世界著名的10大鬼屋之一，很多游客声称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游荡的鬼魂。在桥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被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